该当着李世民的面伸出双手，却不是为了乞讨，反而从手中凭空变出了一瓶茅台。这一幕不仅让李世民震惊了，就连虾仁也懵了。狗系统，快停下！先不要抽奖了。原来虾仁穿越古代觉醒了每日抽奖系统，可谁知系统抽到的物品居然会出现在手上。正在进行第2次抽奖，无法终止。而另一边，微服私访的李世民等人却瞪大了眼睛。我没看错吧？这少年凭空变出了一个瓶子。大人，你没看错，而且如此精美的琉璃，咱从来没见过。二人正准备问个清楚，却只见虾仁手上又变出一个奇怪的东西。恭喜宿主抽到普通防风打火机1个，今日还剩下最后一次抽奖，正在进行抽奖。恭喜宿主抽到极品玉佩1枚。下一秒，虾仁手中多了一枚玉佩。这狗系统虽然不听话，但还好给的奖励也不是特别差。这玉佩一看就价值不菲，只不过为何这玉佩竟是热的？难道是传说中的温玉？殊不知，此刻李世民戴在脖子上的玉佩消失不见了。怎么回事？我的玉佩怎么会在你手上？莫非你会妖术？他的玉佩不是我抽到的吗？算了，不管了。什么妖术？你说这玉佩是你的，你可有证据？你喊他3声，看他答不答应。你想要证据？少年郎，本将我也不是仗势欺人之辈。这样，你喊3声试试。若是这玉佩答应了，我就放你一马；若不然，就是我想放过你，我的刀也不答应。这壮汉看起来不好惹啊，要不我找个机会开溜吧。我给你10息时间，若是不喊，可别怪我的刀不听指挥。10、9。只见虾仁拔腿就跑，心急之下没注意到脚下有个坑，直接摔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李世民带着李君宪上前查看，陛下，这小子是不是摔死了？不得胡说！李世民检查了一番，发现虾仁还活着，便松了口气，随即将玉佩揣进了怀中，然后双眼放光盯着地上的茅台。这可是极品琉璃啊！快随朕回宫！随后，李世民便带着虾仁和宝物回到了宫中，可他心中一直有个疑问：此等琉璃瓶是如何凭空出现，还是出现在一个小乞丐手中？太奇怪了！李将军，路上的小子的身份打探清楚了吗？回陛下，那少年名叫虾仁，是长安县虾家村人，未读过书，家中6口人，其祖父早些年病死，父亲参军后下落不明。那少年说要找出路，便偷偷离开了家，至今未归。其祖母已经病倒在床，其母也整日以泪洗面。这少年身世竟然这么惨，画像也核对过，与路上的少年郎很相像，10有8九就是他。李将军，你去看看那小子醒了没？若是醒了，就直接带过来，朕有话问他。此时宫中一处住宅中，虾仁已经得知了李世民等人的身份，此刻正在研究他的系统。这系统还真是不赖，抽完奖还有积分，能在商城里用。虾仁知道自己穿越来到了初唐，他盯着商城若有所思。这可是初唐，我没记错的话，这时候可还没有土豆呢。要是我这土豆推广至全国，那不是能救许多吃不起饭的百姓？虾仁正如此想着，却惊讶地发现神秘商城边上有个黑洞。他凝神一看，意识竟来到了黑洞里。我去，这是哪？这不是我抽到的打火机吗？还有个箱子。是否使用新手豪华大礼包？是，快使用！恭喜，获得象棋1副、麻将1副、折扇1把、极品龙井1罐、平安符1张，是否取出？这都什么跟什么啊？象棋、麻将，这系统也太坑了！什么豪华大礼包，一个有用的东西都没有。平安符可以自动帮宿主抵消1次必死伤害。这平安符还有这作用？这可是等于多了1条命啊！不错不错。正当虾仁美滋滋地关闭了神秘商城时，此刻李君宪已经来到了此处。别谋僧了，陛下召见。话落，李君宪直接拖着虾仁就走。虾仁见状，急忙从系统中兑换了一瓶酒。李将军，等下，这酒送给你。既然虾公子有心了，那本将军就收下了。很快，二人便来到了皇宫中，可虾仁的下个动作却让在场众人愣住了。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什么礼节？还万万岁？朕怎么从来没见过？免礼，这位是皇后。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也不知道这小子哪学来的礼节，不过朕喜欢。免礼，且来吧。你来说说看，你究竟是如何凭空变出琉璃，还能隔空取走玉佩的？闻言，虾仁就说出了在来的路上便想好的说辞。陛下，草民之前离家寻找生财之道，而后在山中迷路了，幸好被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所救。老爷爷在山中教了草民变戏法，还给了草民一件宝物，就是开始变出来的那件琉璃瓶。朕就姑且先相信了你的话。对了，你不是学了变戏法吗？快演示给皇后看看，你是怎么把朕的玉佩变走的？误草，现在变，这我哪会啊？这抽奖也不一定是李世民的玉佩啊！陛下，那个戏法草民现在做不到了。为何？拿你当时为何能做到？陛下，其实那都不能称之为戏法。草民师傅曾言，那是戏法的改进版，名为魔术，施展是要法力的。若是取别人的物品，还会折寿。什么魔术？居然还会折寿？莫不是在胡扯？
扯，那你当时为何施展？陛下，草民当时都快饿死了，哪还管这个？虽然这个戏法现在变不了，但草民的师傅还给了另外一件宝物，这就施法变给娘娘看。还有宝物，快施法让本宫看看。众人都盯着虾仁，想要看看他能变出什么东西来。只见虾仁一顿操作，手中便凭空出现一个防风打火机。这是什么宝物？呈上来看看。李世民拿到打火机后，和长孙皇后一起仔细端详着。这是什么宝物？皇后娘娘，这是防风打火机，风吹不灭。打火机火怎么打，还风吹不灭？你这小子还站那做什么？还不速速上来打火！闻言，虾仁便来到李世民的身边，拿到打火机后便开始演示。下一秒，李世民便惊呆了。人当着李世民的面拿出打火机，当他按下开关的那一刻，李世民惊呆了。我操！这玩意竟会凭空生出火焰，还是蓝色的。想起虾仁说的风吹不灭，李世民吹了几下试试，只见蓝色火焰只是歪了一点，居然真的恢复了原状。好了好了，朕自己会打了，你一边待着去。李世民尝试了几次之后便爱不释手，可虾仁却忍不住提醒：陛下，这打火机需要气和电，若是用完了就打不着了。什么气？什么电？朕怎么一点听不懂？这里面的气就是可以燃烧的气，是由丁烷加压液化后变成了这里面的液体。电是像电子和质子这样的亚原子粒子之间产生的排斥力和吸引力一种属性。好了好了，朕不管什么液体气体，这打火机就当是你变走朕玉佩的补偿了。还补偿呢？那瓶酒我都还没喝过呢，玉佩也在你腰上挂得好好的，也不见你给我。什么补偿？这就是送给皇后娘娘的礼物。算你小子有心了。陛下，草民离家也有些时日了，很担心家中的祖母和母亲能不能先回去。这个不急，李将军，你且去夏家村看看，若他家中有什么困难，你可见机行事。李君宪刚一离开，虾仁突然感到一阵眩晕。陛下，草民这几天来就只在进宫前喝了一碗稀粥，已经饿得站不住了，能不能让我坐一坐？倒是朕疏忽了，赐座，再让御膳房送些吃的来。话落，虾仁便坐了下来，很快吃的也送来了。只见李世民满脸笑意地看着虾仁，虾仁，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吃过，其他人可从来没有过这个待遇。朕如此厚待于你，你可还有宝物献给朕啊？陛下，草民真没宝物了，不过草民有一安民之法。少吹牛了，你小子一个田舍郎，还知道安民之法？也是山中的白胡子老爷爷教草民的。想到先前那几个神奇的玩意，也是老爷爷教给虾仁的，李世民不由得来了兴趣。虾仁，朕刚登基时都说朕师兄德不配位，导致上天降下灾祸，使得大唐饿殍遍野。你说这是朕的错吗？陛下，您登基可是天命所归，当年已是你死我亡之举，若您不动手，岂不是等着被杀？至于上天降下灾祸，更是无稽之谈。大自然本就有着各种灾难，岂能算在您的头上？朕当然知道了，可天下百姓不这么想啊。陛下，百姓对谁当皇帝并不在乎，他们只想吃饱饭。陛下现在让他们有饭吃，那陛下就是他们心中的好皇帝。虾仁发自肺腑的回答，让李世民十分感动。想不到你这家伙还挺懂我，有你这些话，朕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陛下过奖了，您一直说草民是田舍郎，那么草民有一首诗想送给边疆的将士们。作诗？朕倒是想看看你个田舍郎能做出什么诗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突厥终不还。话落，在场的众人无不震惊。好诗啊，好诗！快和本宫说说，你不是没念过书吗？怎么能做出如此荡气回肠的诗？是不是抄的？如实招来。糟了，看来是调查过我了，连我没念过书都知道。算了，继续推到老爷爷身上吧。陛下，这也是那个白胡子老爷爷教草民的。你是不是当朕傻？什么都是白胡子老爷爷教你的？是真的，陛下。说了您又不信，还要问？行，你说是你做的，那你写下来。若是写不出来，可别怪朕打你板子。闻言，虾仁傻了。这个时代都是楷体字，他根本不会写，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写。结果写得歪七扭八，气得李世民头晕目眩。岂有此理！这字怎么如此丑陋？狗刨的都比你的字好看，真是玷污了这首诗。起开，朕来写。李世民接过纸笔，很快就写好了这首诗。陛下真乃书法大师，佩服佩服。这还用你说？满朝文武都知道，朕得非白体乃天下一绝。陛下，您还记得草民之前说的安民之法吗？哦，怎么个安民之法？你小子说来看看。闻言，虾仁便从系统中换了个宝物出来，众人一脸迷茫地看着此物。这叫土豆，可当菜，可当主食，煮烤炒蒸，怎么做都行。重点是这东西亩产可达6000斤以上。
什么？亩产6000斤以上，那不就是50担？其实这6000斤还是草民保守估计的，这是草民师傅特留下的精品种子，产量万斤也不是不可能。这世上竟还有如此仙种，倘若能推广至大唐，天下百姓不是都能吃饱了？快说说看，这土豆该如何种植？闻言，虾仁便将土豆种植的方法详细的说了出来。李世民让太监记下，并与虾仁一一核对好。虾仁，你献出如此利国利民之良种，可要什么赏赐？朕赏你个官如何？陛下，草民一田舍郎，大字不识几个，如何能做官？也罢，你且先回去，做官的事以后再说。闻言，虾仁便出了皇宫往家走去，殊不知家中已然出了变故。哥哥，你回来啦！心儿差点就见不到你了。什么见不到我了？心儿，你好好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就是爹前些年欠了沈老爷1贯钱，前些日子他来要这笔钱了，但咱家根本还不齐，他就要我去他家中给他做丫鬟，其实就是想我给他做妾。什么？他竟敢让我的妹妹给他做妾？他人在哪？哥，你别急，现在已经没事了，李将军已经给他们赶跑了，还给祖母找了大夫。虾仁闻言还没来得及说话，突然一阵敲门声袭来。虾公子在家吗？听到门外传来的声音，虾仁便去打开了房门。李将军，天色这么晚了，莫非有急事？虾公子，沈万义之事已经审问清楚了，是有些小心思。经过本将军的敲打，他愿意出3000贯给心儿小姐押金。这是东市酒楼的契书，价值5000贯。李将军，既然你说赔3000贯，怎么成了5000贯？说是我身后这些小子们辛苦了，给他们买酒喝。李将军，这既然是兄弟们的辛苦钱，这契约我不能收。收下吧，某等也是为陛下办事，才能有此等好差事。等公子日后赚钱了，再给陛下几件宝物便成。既然这样，拿酒楼就算陛下5成，日后赚钱了，我与陛下55分成。话落，李君宪便带着人准备回京复命，虾仁也回到了屋中，殊不知李世民准备了一份大礼给他。人只是送了李世民1个土豆，李世民便赐给虾仁1份大礼。圣旨到，虾家村虾仁才高8斗，学富5车，为报效大唐，先后献出宝物与安民之法，振兴甚慰，特加封为长安开国县子，10亿500户，官职正5品，赏万金，朱雀街豪宅1座，赐良田800亩，护身府兵500，丫鬟仆役等各10名，钦此。循着圣旨的声音，虾家村的众人也都纷纷赶来围观，随即虾仁也立马下跪。臣接旨，陛下隆恩，臣万分感激。人娃子被封爵了，我虾家村出爵爷了，还有府兵和丫鬟，以后不是什么都不用干了。正当虾仁和虾家村的众人沉浸在封爵的喜悦中时，高公公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爵爷，以后虾家村以及附近的异乡之地，全都是爵爷的属地，属地内的所有人都归爵爷管辖，良田的税收和地租也归爵爷所有。税收和地租也归我吗？这10里8乡的吃饭都成问题，哪有地租交给我？从今天开始，但凡是我属地内的各位叔伯兄弟姐妹们，各种税只需交1半就行。单叔公，其他几个村就劳烦您老人家安排人通知一下。爵爷，属地的事都安排好了，咱们收拾收拾，该出发了。出发要去哪啊？陛下有令，爵爷接旨后就要搬到朱雀街，丫鬟仆役也都在府中候着了。太好了，日后我家人也是城里人了。随后虾仁便带着家中老小，跟着高公公去往了朱雀街上的府邸。爵爷，咱们到了。虾仁和家中老小看着如此豪华宅子，一时之间都愣住了。这宅子可是陛下原来留给那些不去封地的皇子的，想不到竟赏赐给了爵爷。陛下如此厚待，我臣受之有愧啊！随即高公公领着众人就走进了府中，一进门就见到2个妙龄女子领着一群人在迎接自己。高公公便将开始给虾仁介绍府中的各位下人。爵爷丫鬟都是宫里挑出来的宫女，那2带头的叫宁霜、宁雪，是亲姐妹，是皇后点名让他们过来的。以后是爵爷的贴身丫鬟，那几个是厨娘，那是管家常服，那是仆役和账房婆子，不管是哪个人都绝对可靠。这2姐妹竟比后世的明星都要好看。多谢高公公。爵爷不必客气，我就先告辞了。将高公公送出府后，虾仁便回到了自己的房中，打开了系统面板。当前剩余一次抽奖机会，现在是否抽奖？抽奖。恭喜宿主获得牙膏1箱和50积分。50积分可以啊，我来看看今天商城有什么东西。有牙刷，我还抽到了牙膏，这下可算是能刷牙了。就是这蓝色经典是啥？算了，不管了，先去看看我的府邸怎么样。就在虾仁在府中闲逛时，府上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爵爷，有个叫程咬金的说要拜访您，奴婢让他等一下，他都不看，现在已经在会客厅等您了。程咬金，你确定？爵爷，奴婢听得清清楚楚，又看他打扮不凡，想必应该做不得假。走，咱们去会会他。话落，虾仁便带着宁
雪来到了会客厅，只见一个大汉已经在此处坐着了。卢国公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你小子就是虾仁吧？还别说，陛下对你是真好啊！为了封你为县子，可是被魏征那些人骂惨了。不过有我们力挺你。闻言，虾仁心中有些奇怪，这程咬金突然找我，然后说好话干嘛？莫非是要有求于我？多谢卢国公支持。好了，别什么卢国公了，我看你小子顺眼，喊我程伯伯就行。好，既然程伯伯都这么说了，以后咱们就以叔侄相称。大侄儿，你程伯伯可是听说你有一琉璃烈酒，给我几瓶不过分吧？哟呵，我就说你程咬金好好的来我这做什么？原来是为了酒。行，程伯伯想必也从陛下那知道了小侄会变戏法，这就变给您看看。话落，虾仁的手中便出现一瓶蓝色的琉璃酒，正是虾仁刚刚从系统中换出来的蓝色经典。哦，这真乃仙法啊！说着，程咬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酒瓶，打开盖子就要倒酒，然而使劲晃了几下，却没酒出来。大侄儿，这怎么倒不出来酒啊？程伯伯稍等。话落，虾仁对着酒瓶一通操作后，便重新将酒瓶交给了程咬金。只见程咬金拿起酒瓶就往嘴里倒。好酒啊，这才是男人该喝的酒。虾小子，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多谢程伯伯。次日清晨，当虾仁美滋滋地用牙膏刷完牙后，李君宪却突然登门拜访。李将军，你怎么在这？还有这黑甲卫在我家门口干嘛？虾公子，卢国公昨日可是在你这拿走了一瓶琉璃酒？是啊，怎么了？昨日卢国公一回去就开了酒宴，众人为了多喝一口你那琉璃酒，都打起来了。后来一大批人都要来您府上，要不是陛下发现的及时，不知道您这得来多少人呢？我操！一大批人，这给他们都来了，我不是要破产？所以陛下特让我带一队黑甲卫来您府上看着。李将军辛苦你们了，我今日有事去长安县，以后再请你们吃饭喝酒。不知爵爷是所谓何事要去长安县？我听闻长安县碧月园今日有议事会，打算去看看。正好，我也想去看看，不如我带着几个人和爵爷一起去吧。太好了，这下免费的保镖有了。随即一行人就来到了长安县碧月园，竟被小护卫拦在了门口。今天不论谁进去也得要请柬，还要什么请柬？大不了不去了。没请柬就没请柬，装什么呢？要是求下你爷爷我，也不是不能放你们进去。大胆，竟敢侮辱爵爷，把他抓回去！你要干什么？李君宪见状，直接掏出了百骑司的令牌，吓得领头护卫直接跪在地上。将军误会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求大人放过小的。虾公子，您看要不要放过他？算了，就先放他一马，咱们进去吧。话落，虾仁就领着众人来到了诗会处，才刚到，便看见一个黑衣男子端着酒杯走到凉台中间。过去岁月不可追，未来日子你别催，莫愁那些身外事，喝尽眼前这一杯。各位，请。好诗好酒，孔大人此诗如何？尚可。于大人认为呢？本官也是这么想的。见众人都在夸这首诗，虾仁却一下没忍住笑了出来。虾仁第一次逛诗会，当场中的刘公子做出一首诗后，所有人都拍手叫好，可虾仁却在一旁哄堂大笑。过去岁月不可追，未来日子你别催，莫愁那些身外事，喝尽眼前这一杯。太搞笑了！这位兄台是对刘公子的诗有意见。闻言，虾仁刚准备摆手，就见刚刚那位作诗刘公子直接将酒杯摔在地上。何方狂徒，竟敢在此喧哗！在下并非有意。虾仁刚开口准备解释，便被一人出言打断。刘兄这首是字字珠玑，连孔大人都给予了称赞，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嘲笑？于兄，现在的年轻人倒比我们当年还性急，且看这位小友如何应对。虾仁见状，知道不能善了，便走向众人中间的台子上，突然一笑：刘兄的诗做的确实不错，只是什么？只是这莫愁身外事与喝尽眼前酒，倒像是醉仙楼跑堂劝酒的口头禅。闻言，刘公子气得浑身发抖，刚准备要动手揍虾仁，便被一黄衣女子拦了下来。既然这位公子觉得此事不好，不如让我们开开眼界。既然如此，在下便以这春湖为题。话落，虾仁正准备作诗，只见那刘公子又起了幺蛾子。等等，既然要作诗与我比较，当以和我一样以劝酒为题。这刘家小子有些过分了。无妨，真金不怕火炼，你我且先看看。行，就听你的，以劝酒为题，我要让你输的心服口服。诸位请听好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随着虾仁最后一句读完，众人直接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刘公子更是愣在原地，嘴里似乎呢喃着什么。不可能，这不可能，他竟能做出此等传世的诗。虾仁念完诗，便想拉着宁雪离开此处，只见刘公子却突然拦住了去路。站住！你肯定是提前准备了诗作，有本事再即兴一首。凉州子都没能让你服气是吧？看来我得做个更狠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听完虾仁的最后一句，刘公子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直接瘫倒在地。好一首七言绝句，无论是意境又或是格律，都让老夫惭愧啊！小友能否告知尊府在何处？这下装大了，要是给他们知道我的住处，不得天天来烦我。我出身乡野，让大人见笑了。这小子不老实啊，带着如此漂亮的丫鬟，还有百骑卫跟着，居然还有脸说出身乡野。小友不必妄自菲薄，老夫孔颖达，虾公子打探下便知。若有兴趣探讨文学，可上我孔府，老夫必定扫榻相迎。闻言，于世南也坐不住了，急忙起身。小友，老夫于世南，你打听下也会知道。卧槽，2个秦王府18学士就这样给自己碰上了，多谢2位大人抬爱，我还有事，下次再见。说完，虾仁就打算跑路，却被之前的黄衣女子拦住了去路。公子别急，弟这还没说呢，说完就放你走。要不这样，我再做一首诗，你就放我离开如何？请等小姐同意了，你做吧。这样，之前我做过一首《从军行其一》，今日再做一首其二。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龟万里愁。闻言，黄衣女子愣在原地，似乎在回味这首诗。不过虾仁却等不及了。温柔贤淑、美丽通慧的姑娘们，我诗也做完了，这下可不能还拦着我了吧？还有之前做的那首呢，一并念出来给老夫听听。对，念出来，老夫就让你走。好，我念完真得放我走了，不能再耍赖了。话落，虾仁只得再次高声念诗。孔颖达和于世南听后，心中止不住的感叹：世间竟有如此大才，为何本官从来没听过？喂，孔大人说话可要算话，我等着回家呢。子越，先让开，他跑不掉的。虾仁见挡在面前的黄衣女子让开了去路，带着2丫鬟就跑了。李君宪见状，立刻就带人跟了上来。爵爷，你那诗做得太好了，我听后就想立马奔赴前线，去为陛下开疆扩土。一般，大唐第3。不，依我看，爵爷就是大唐第1才子，特别是爵爷作诗时那睥睨天下的气势，太帅了。随即虾仁便在众人的马屁声中回到了虾府，一进门就喊来了管家。去让厨娘们收拾一间厨房出来，再准备一些食材，晚上我做饭给你们尝尝。什么？爵爷您会做饭，还要亲自做饭？怎么不相信爵爷会做饭？晚上就让你们尝尝什么叫美味，快去准备食材吧。很快，管家便完成了虾仁吩咐的事，带着虾仁来到了厨房。当虾仁一进门看见桌上的调味品时，顿时睁大了眼睛。这些都是什么？爵爷，您连油盐酱醋都不认的，不会是说大话骗雪儿的吧？这油乌漆嘛黑的，还有这盐又大又黄一粒，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谁说我不会做饭的？雪儿你就看好吧，我要施法了。原来早上虾仁就发现神秘商城刷新出了调味料精装组合，此刻便打算用积分兑换。很快桌上就凭空出现了一套调味品。爵爷，这些都是什么？你学的魔法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教我？白胡子爷爷说我骨骼惊奇，天资万里挑一，还加上他老人家隔空传法，我才学会的，你们肯定学不了。好了，都到一边去，看着爵爷怎么做饭的。话落，虾仁刚准备开始做饭，突然停下了动作，好像想到了什么。总不能以后天天我来做饭给他们吃吧，哪算怎么一回事？雪儿，你把厨娘喊进来，让他们一起学着做菜。闻言，宁雪便将门外的一众厨娘带了进来。很快，在虾仁和一众厨娘的配合下，就将菜做好了。随即便喊来了李君宪。李将军，这里面装着我献给陛下的美食，就劳烦你了。客气了，虾公子，我这就将其送给陛下。说完，李君宪便去往了宫中。此时的虾仁还不知道这一道美食，竟引得公主对他念念不忘。虾仁只是送给李世民一道西红柿炒鸡蛋，就引得长乐公主对他念念不忘。父皇，这是什么？好香啊！这父皇也是第一次见，是父皇刚封的长安县子送来的，你与我一同尝尝吧。闻言，早被香味诱惑到的李丽质直接就尝了一口。父皇，好好吃！这长安县子是何人啊？居然还会做如此好吃的菜！闻言，李世民便将虾仁干的事一一告诉了李丽质。李丽质听完惊讶坏了，这世上还有如此奇人，我要亲眼去看看。父皇，明日我要出宫去玩，您记得帮我瞒着母后啊。次日清晨，正当李丽质在去找虾仁的路上时，此刻虾仁刚刷好牙，就听到系统声传来：昨日积分结余47，商城已更新，是否抽奖？抽奖！恭喜获得奇迹宝箱，积分50，奇迹宝箱有几率获得超凡物品，是否使用？奇迹宝箱超凡物品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使用。恭喜获得传奇音乐大师毕生经验。这就没了，什么意思啊？让我去当戏子吗？话落，虾仁刚关掉系统面板，就见希儿跑了过来，直接扑到了虾仁的怀中。
跟了，你能带希儿出去玩吗？这唐朝不比后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府里还没和欣儿一样大的孩子，想必也是无聊坏了。当然没问题呀，哥哥去做些好吃的，做完就带你去湖边玩。话落，虾仁就带着希儿来到了厨房，一通操作后，只见桌子上出现了2样美食。跟了，这2个都是什么呀？这是羊肉馅饼和韭菜盒子，咱们等会带着。说完，虾仁就喊来宁雪拎着2个食盒，准备带着希儿出门。出门时，顺便带着李君羡一同逛逛。可当虾仁刚来到碧月湖时，面前出现了一个人，却让李君羡吓了一跳。这不是长乐公主吗？她怎么来了？见过。兄台，你们是要去坐船吗？不如我们一起如何？李丽质自以为打扮得天衣无缝，殊不知虾仁一眼便看出来了，胸口都是鼓的，脖梗处还没喉结，这不是女孩子吗？兄台，女扮男装很好玩吗？你们认识这小妞？不认识。闻言，虾仁狐疑地看着李君羡，刚准备追问，李丽质却生气了。喂，你说谁是小妞？看不到我是个男孩子吗？小姐，你说话声音和这个动作确实不像。好吧，既然你认出来了，那本小姐就承认了。话落，只见李丽质将发箍拿下，眨眼间，一个绝色美女就出现在虾仁眼前。卧槽，这完全是个祸国殃民的超级大美女！看什么看？是不是被本小姐容貌惊到了？居然被这小妞看出来了，还惊到了！你说你才多大，就敢一个人偷跑出来玩，也不怕大人担心？赶紧回去！你什么意思？你难道比本小姐大？本小姐父亲都同意了，有什么不能出来的？闻言，虾仁这才反应过来，这是唐代，像李丽质这么大，在农村孩子都生了，于是赶忙道歉：是我多嘴了，为了表示歉意，请你吃韭菜盒子和羊肉馅饼如何？韭菜盒子和羊肉馅饼，莫非也是他做的？昨晚的菜那么好吃，想来这个应该也不差。只有这些食物可不够赔罪的，等会做画舫的钱也要你出。那是自然，做个船而己能要多少钱？说完，一行人便来到了画舫处，却被小厮拦了下来。公子平日里1人5文，限定1时辰，今日有比赛，1人10文，若想包下整收，需要1贯，不限时辰。这画舫居然这么贵吗？早知道不答应拿小妞了。这是1两银子，你们收不收？自然是可以的，公子这边请。闻言，虾仁便带着众人上了画舫。待众人都坐下后，虾仁便从食盒拿出一份韭菜盒子和羊肉馅饼，然后放在了李丽质桌上。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谁是小丫头？你不是也是一个小屁孩？本小姐叫李乐。哼，要是这什么韭菜盒子不好吃，本小姐绝不放过你。说完，李丽质便拿起一个韭菜盒子，当她一口咬下后，瞬间就不生气了，因为这韭菜盒子也十分好吃。很快，一行人便将这桌上的东西解决掉了。只见另一艘画舫突然靠了过来。这位小姐，要不要到我们这边来玩？我们这里正在作诗比赛。不必了。这位小姐，你美貌无双，洛某做首诗送给你如何？说话的是当地的一位有权势的公子哥，他被李丽质的美貌所吸引。不必了，我不想听，你们赶紧走吧。闻言，洛公子还不死心，正打算自报家门，李君羡却直接怒了。滚开！再啰嗦就把你丢进湖里。洛公子见状不妙，便闭上了嘴。但经此一事，李丽质似乎想到了什么。虾仁公子，你会不会作诗？做一首让本小姐听听。虾公子不会作诗，不要勉强，我们不会笑话你的。闻言，虾仁本来想直接开溜，但突然想到早上抽到的传奇音乐大师毕生经验，便决定试试有什么用。虾某不擅长作诗，略懂音乐，便给各位弹奏一曲吧。话落，虾仁就来到琵琶前，手刚碰到琵琶，诸多的琵琶名曲便从记忆中袭来，他心中大定，直接开始演奏起来，直到一曲结束，众人才缓过神来。虾公子太好听了。好，太好了，简直是天籁神曲。虾公子的音乐造诣在下望尘莫及，佩服。一般一般，各位过誉了。在一片称赞声中，很快就来到了傍晚，虾仁与一行人也回到了岸上。今日有些太晚了，我要回去了。明日你还来这里吗？你来我就来。那明日下午我们再见。那就这么说好了，明日再见。话落，虾仁便带着众人回到了虾府，殊不知李世民正因为他被骂不孝子。陛下，太上皇说，陛下您是个不孝子，有美酒好菜不知道给他吃一点，琉璃酒也舍不得给他看看，还要您带承献子去见他。琉璃酒朕暂时没有，韭菜好说，朕明日就叫那小子进宫做，再让他亲自送去太极宫。李君羡，你去通知一声那小子，叫他明早来参加朝会。另一边的虾府中，虾仁刚准备入睡，就见管家来到了房中，说有要事禀告。爵爷，刚才李将军来通知，说陛下叫您明早去参加朝会。朝会什么时辰开始？爵爷，朝会卯时开始，路上还有一段距离，老奴建议您寅时1刻起床洗漱，需在寅时6刻前到。这古人有病吧？这么早起来？知道了，没有别的事就退下吧，我要歇息了。说完，虾仁便回房休息了。他还不知道明早的朝会，自己干了件李世民都不敢干的事。李世民第一次让虾仁参加朝会，虾仁却干了一件李世民都不敢干的事。深夜天还未亮，虾仁还在睡梦中，只听一阵敲门声传来。
爵爷，时候不早了，咱们要收拾收拾上朝去了。闻言，无奈的虾仁只好起床，随即喊来宁雪，帮自己一番收拾后，这才上了马车去往宫中。谁知差点被侍卫抓了起来。站住！马车不得进宫，参加朝会请出示腰牌。君爷，小的没想进去，只是想让爵爷少走几步。这人未曾见过，想来官也不大，竟敢把马车赶到门口，拉到一边去，不得停在门口。你出示腰牌。误草，别说我没带腰牌了，就是带了，也只是个县子腰牌，这能进去参加朝会吗？禁卫军头领见虾仁拿不出腰牌，直接就要将虾仁拿下。千钧一发之际，虾仁的救星终于来了。住手！你们在干什么？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知道爵爷是陛下请来的。爵爷，您没被惊到吧？咱家替他们赔不是了，这是陛下给的，凭此以后可自由出入皇宫。我去金子做的令牌，这得多少钱啊？高公公严重了，他们也是按规矩办事，你们先回去吧。说完，虾仁便跟着高公公来到了显德殿。虾仁打量一下四周，见没一个认识的，竟直接找了柱子躲到后面睡觉去了，直接将朝堂上的众人惊呆了。这是何人，竟敢在朝堂上睡觉？你问本官，本官哪里知道？就在朝堂的众人议论纷纷时，高公公带着李世民出来了。皇上驾到。参见陛下，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陛下，那边脚有人不参拜，还睡觉？什么？他刚刚不是还在睡觉吗？怎么也在行礼？什么不行礼？那不好好的吗？朕让你来参加朝会，就盯着这个吗？陛下，臣刚看到他躲在那睡觉，请陛下明察。孔继久，你看到了吗？这不正是前些日子诗会上的绝世大才子吗？陛下，臣没看到。陛下，臣没看到长安县子睡觉。言官闻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李世民见状直接打断。够了，朕找你来上朝，不是揪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陛下，臣也看到长安县子在朝堂睡觉，陛下不仅不下令责罚，还多次包庇，先前又远超规格赏赐县子府，并将县子府一切包办。陛下此举实乃与昏君宠幸奸臣无异。闻言，李世民脸色发青，正要发怒，却看见虾仁走了出来。好你个老匹夫，这样子针对我，还骂陛下！魏大人，你说陛下是昏君，以本县子所见，你才是这世上最大的奸臣。本官是最大的奸臣，你说说看，若是有理，本官磕头认罪。陛下心系百姓，早年前蝗灾爆发，陛下为了百姓生吞蝗虫，你魏大人又做了什么？这大唐江山多是陛下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这朝中无数治世大臣都是陛下力排众议提拔起来的。陛下知人善用，爱民如子，在你魏大人眼里就是昏君。这小子说得好啊，要不是朕是皇帝，早骂死这老匹夫了。陛下若是昏君，还任由你魏大人屡次大骂，还不治你的罪？你目无法纪，多次顶撞怒骂陛下，有没有想过自己作为臣子该如何进谏？天天毫无长进，就知道蛮横无理顶撞陛下。有没有想陛下若是以往昏君，你魏大人早就被斩首示众了。朝堂上的众人听着虾仁的骂声都愣在原地，魏征更是差点晕厥过去，直至虾仁骂声结束才缓过神来。陛下，臣错了，臣有罪，臣无颜戴这顶官帽，请陛下允许老臣告老还乡。这小子这张嘴也太厉害了，给魏喷子都骂哭了。爽啊！朕要是也能这么骂就好了。玄成，快请起！这小子无法无天，什么都敢说，连玄成这样的忠臣都敢骂。你这目无尊长的小子，还不快向你魏伯父道歉？这下可没人敢针对我了吧？魏伯父勿怪，小子这都是为了陛下和您好。若是好言相劝，您定然不会听劝。您可能不知道，当一个人受气多了，就容易短命。您也不希望陛下英年早逝吧？罢了，你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伯父以后定会改进。陛下，您看，魏大人知错就改，这是妥妥的千古忠臣啊！这小子脸皮到时候，刚还骂的是不忠不孝之徒，转眼就变成了千古忠臣。玄成自然是忠臣无疑。好了，程献子归位，咱们继续朝会。陛下，边境4地战马马蹄受损万余匹，已无法乘骑，臣恳请陛下命户部拨款50万贯，将受损战马更换。陛下，莫说50万贯，就是5万贯也拿不出来。若是1、2万贯，臣还可以想想办法。闻言，李靖和程咬金等一众武将直接怒了，便以带咒吵了起来。李世民见状烦不胜烦，突然想起来什么。好了，统统闭嘴，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夏献子可有什么妙计？回陛下，臣确实有一方法，战马受损，给马蹄消毒，包扎即可，等伤势好了，便可给他们穿上马蹄铁。马蹄铁那是什么？消毒又是什么意思？陛下，马蹄铁就是给马穿的鞋子，消毒之物就是给马处理伤口、防止其感染的东西，酒精就是其中一种。我县子府已经在制作了。那马蹄铁和酒精造价何几？陛下，马
马蹄铁就是一小块铁片，再用铁钉钉在马蹄四周即可。而这酒精也是通过普通的酒蒸馏就可得到，除了给马蹄消毒外，还能给人的伤口消毒，这2样造价都并不贵。酒精还可以给士兵伤口消毒，如此神物，还请虾线子出个价，我愿意自掏腰包买下秘方。酒精秘方，我本来就是要给陛下的，要你们自掏什么腰包？工部户部落实马蹄铁之事，先做一些测试。至于酒精之事，朕亦会亲自向程献子请教。尔等若无事，就退朝吧。陛下，臣之前与于大人举办诗会，遇到个当世顶尖大才，他做了几首诗，臣听后只觉得自愧不如。此人便是虾献子，臣想请他入国子监，请陛下准许。误草，这去了国子监，不得天天知乎者也。这我可受不了，这不过是晚辈随口所作，两位大人如此抬爱，晚辈受之有愧啊。虾献子可愿来我国子监做先生？老夫愿意以拜师之礼相待。怎么这孔颖达还追着我不放啊？那个孔大人抬爱，晚辈很感激。至于去国子监做先生，晚辈才学浅书，无法胜任。要不这样，孔大人若想找晚辈切磋诗歌，可以随时上门，晚辈必定扫榻相待。闻言，孔颖达还想再争取一下。李世民见状，便给虾人解了围，随后便带着虾人来到了两仪殿。很快，长孙皇后也来到了此处。管阴弼，你可是不知道啊，这小子在朝堂上把魏玄成骂得痛哭流涕，可算是给朕出了一口恶气。陛下，还是您慧眼如炬，知道那小子能说会道，就特意把他叫去参加早朝。这下知道本县子的好了吧？陛下和娘娘过奖了，臣只是实在看不过去，魏大人如此骂陛下，这才出声。好了，这些事先放一边，这个酒精配方你何时给朕啊？臣回去之后就叫管家把秘方送过来，顺便带一些酒精过来，让陛下见识见识。行，这件事是重中之重，要尽快去办。话落，李世民便给了长孙皇后一个眼神，只一眼他立马就懂了李世民的意思。虾人，你之前送来的饭菜，众多公主皇子吃过以后，一直吃不惯宫里做的，你看是不是？既然各位殿下喜欢，臣等下回去就叫人多送一些来，分量绝对比之前多，保证让各位殿下吃得舒心。虾人，每天送过来不太方便，要不你把配方什么一起给了，这样会省去不少功夫。误草，原来是要我配方啊！皇后娘娘，臣可没说每天送，你不要诬赖啊！至于配方，臣等下就写出来，您叫御厨做就是。本宫可还是听说你虾府有很多稀释调味料呢，有钱都买不到这些调味料，你就不想说些什么吗？臣真的没剩多少了，都是师傅留下的。要不这样，臣回去后亲自送2包过来，怎么样？什么没多少了？你之前在宫里也这么说，朕和皇后也才得到1瓶琉璃酒，后面竟然送给别人好几瓶，还有那调味料，朕可是听说有10几大箱呢，你竟然只给2包。误草，陛下怎么什么都知道？陛下开始确实是没有了，后来臣的师傅又送过来一些，这才拿出来的呀。还胡说！朕今日非得教训教训你。虾人一见李世民怒了，赶忙从系统中换了商城中的精装组合，只见他一挥手，御案上便摆满了各种调味料。陛下，臣刚想起来，师傅早上给我送了一批调味料，都在这了。算你小子识相，不然朕真动起手来。你小子少不了吃点苦头，快给朕和皇后说说这些都是什么。陛下，这些是花生油，可香了。花生油，这油朕知道是炒菜用的，这花生究竟是何物啊？陛下，这花生原产于南美洲，除了吃法多样外，还有一种用途，便是榨成这食用油，比一般的油要香上不少。南美洲，这是哪啊？朕怎么从来没听过？陛下，南美洲在海洋另一边，太远了，以后臣慢慢讲给你们听。我先给陛下介绍下其他的东西。陛下请看，这就是精盐。闻言，李世民看着虾人手中，不敢相信这如同雪花一般的居然是盐，随即就抓起一点放进了嘴中，刚一入嘴，立马就吐了出来。真咸啊！居然真的是盐！这种盐你可有办法做出来？陛下可以做出来，不管是矿盐还是粗盐，只要经过过滤和提炼后，便会变成我手中一般的精盐。这小子居然真的会炼盐！好，朕这就去让人取粗盐来，你就在此处炼给朕看看。等等，陛下，你不会觉得臣能凭空制作细盐吧？那需要什么？你只管和朕说，我一并叫人取来。那就要看提取什么盐了。若是粗盐，简单许多，只需用滤纸或者过滤布过滤，便可以得到这精盐。但若是矿盐，可麻烦多了，需要细沙、粗沙、活性炭等东西将矿物质分离才行。闻言，李世民只感到一阵头大，便让虾人将步骤写了下来。正当虾人写完，准备继续给李世民介绍剩下的调料时，袁天罡走了进来，只是看了虾人一眼，竟然被吓得口吐鲜血。袁天罡来到皇宫，只是看了一眼虾人，竟被吓得口吐鲜血，在场众人都傻眼了。
你是人还是鬼？说完，袁天罡便口吐鲜血昏了过去，在场众人都傻眼了。好半天，李世民才回过神，上前将袁天罡扶了起来。怎么突然就吐血倒地了？快宣太医！你小子到底怎么回事？袁道长怎么一见你就吐血？算了，你小子自己去宫里玩吧，免得袁道长等会看到你又昏过去了。闻言，虾仁来不及打招呼就跑了。没跑多久，竟碰到一个蹦蹦跳跳的小萝莉。他心中还在猜测这是哪位公主时，却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发现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家伙，看起来不太像太监，不会是刺客吧？我不是刺客啊，公主，我是太监。太监哪有穿得像你这样的？既然你说你是太监，叫什么名字？那是哪一宫的？服是谁的？我去，这小公主还挺聪明，小的叫小人子，是新来的太监，衣服还没来得及换，也不知道是哪一宫的。新来的。既然你说你是太监，那给凭证让本公主查验一下。这小屁孩怎么这么难缠？我刚来还没发。还没发是吧？没事，本公主还有别的方法。闻言，虾仁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只感觉到一阵剧痛传来。小萝莉似乎想到了什么，红着脸就跑了。虾仁见状也只好也骂骂咧咧的走了，却还不知道高公公已经在来找他的路上了。很快，高公公就碰上了一瘸一拐的虾仁。虾县子，陛下吩咐让我带您去个地方，您这没事吧？没事，咱们走吧。闻言，高公公便带着他来到了一处凉亭，只见四周有些太监宫女，旁边有一小老头在小溪边垂钓。这是谁？秦王府老人留在这养老的，该不会是李渊吧？就在虾仁还在思索着老头究竟是何人时，只见那老头拉起鱼竿，竟是直钩。他一下子没忍住说出了心里话：你这老头用直钩钓鱼，钓了个寂寞啊！朕还以为你会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呢。自称为朕，看来还真是李渊。喊他老头还不生气，看来是想寻找刺激的孤寡老人啊！你这老头真的闲得慌，会不会下象棋？我可是数一数二的象棋高手。闻言，李渊便命人拿来了象棋，随即便带着虾仁来到凉亭中的石桌上。你小子说你象棋数一数二，老夫在这下了好多年，也从未输过。今天咱们就比比谁的棋艺更高。比就比，等下老头你输了，可不许哭鼻子。老夫会哭鼻子，看你年幼，就让你先下吧，要不然等下你输了，会说老夫以大欺小。我还需要你让，看我的当头炮！随即两人就在这棋盘上展开了厮杀。没过多久，虾仁就惨败在李渊手下。老头，这把是我大意了，我们3局2胜。下就下，老夫会判。话落，两人便摆好了棋子，开始了第二场厮杀。结果吓得虾仁满头大汗，眼看不敌，直接就拿起红象，直接吃掉了李渊的将。岂有此理！和老夫下棋都敢耍赖！这李渊下象棋确实有2把刷子，实在是下不过。老爷子，要不我教你玩另外一种棋牌游戏，象棋就算我们旗鼓相当，怎么样？什么棋牌游戏？若是不好玩，老夫就让人到处说你长安县子下棋不赢就耍赖。好玩，必须好玩！随即虾仁将桌上的象棋推到一边后，便将之前抽到的麻将取了出来。李渊看着桌上凭空出现的麻将，震惊不已。真乃仙术啊！快讲下怎么玩的。闻言，虾仁便给李渊讲解麻将规则。好半天，李渊才弄明白这些小方块该怎么玩，随即便喊来侍女凑够了4人，这才开始了牌局。不一会，虾仁便自摸了。李渊见状还想继续，虾仁却不乐意了。等下这一把要收钱了，不然我可不陪你们玩了。你这臭小子，老夫会少你的钱。话落，李渊便挥手示意下人去拿钱。没一会，几个小太监抱着3个小箱子过来，里面全是铜钱，还有金叶子银锭。我们3个都有钱了，你的呢？莫非想空手套白狼？我会空手套白狼，这蓝色琉璃酒知道吧？这一瓶换你这1箱子钱，绰绰有余了吧？换不换？这不是老夫心心念念的琉璃酒吗？换，必须换！再去拿一些来。很快，太监又搬来一个箱子，虾仁打开箱子，直接脸都黑了。老头，你的心也太黑了吧！你们箱子里有金有银，为何我的箱子里全是铜板？一瓶琉璃酒就换你这点铜板？别啰嗦了，还打不打了？好你个老匹夫，坑我是吧？打，看我怎么把你箱子里的钱都赢来！随即4人便开始了在牌桌上的厮杀。很快，虾仁就发现了不对劲，没道理呀，怎么自己一个老手居然打不过他们3个新手？接着打，说好了不准眉来眼去作弊，也不准比手势。虾仁本还想继续放狠话，突然感到后脑勺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回头一看，发现竟是李世民。你这不孝败家子，怎么和太上皇说话的？哎呦，这不是二郎吗？好大的威风啊，还跑到朕的地方来欺负人了。太上皇，不是我说你，陛下这是关心你，你还有气？你这小子，朕好心帮你说话，你怎么还怼我？我怎么了？本来就是，别说话，这把我要自摸了。说完，虾仁就抓起一张麻将，看了一眼后，直接将麻将砸在桌上。还真给我自摸了，快给钱！闻言，李渊好半天才从箱子中数出1把钱。虾仁见状，直接就问：太上皇，您老人家是不是有老花眼啊？还要拿到眼前看？什么是老花眼？你也知道，朕年纪大了，
看不清不很正常吗？这早上才抽到的老花镜，没想到现在就用上了。来试试这个，这是什么？怎么看着像琉璃做的？这是老人专用的老花镜，太上皇您戴上以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闻言，李渊便戴上了老花镜，随即就听到了李渊的惊呼：朕许久都没能看得如此清楚了，真是件好宝贝。看看人家有好宝贝，马上给朕，再看看你这个不孝子。闻言，李世民脸色直接黑了，直接就瞪着虾仁。他感受到李世民要杀人的目光，赶忙出声给李世民解围：你这老头得了便宜还卖乖，眼镜要不要了？不要就还给我，陛下又没有老花镜，拿什么给你？好，不说了，打牌。闻言，李世民便拉着长孙皇后将2个侍女赶走后，自己坐了下来。你有钱没？没钱起开。不是用父皇的钱打着玩的吗？那他的钱哪来的？他用这个换的。告诉你，朕也有了。你小子真够大方，到处送，就给朕1瓶。这怎么和修罗场一样啊？陛下，我等会再给您2瓶，钱您先用我的。好了，太上皇，这下都有钱了，咱们继续吧。闻言，李渊瞪了一眼李世民，没说话，随即又开始了牌局。过了许久，场上的3人依旧兴致勃勃，虾仁却急了：这得打到什么时候去？我可快要饿死了。太上皇，陛下，皇后娘娘，要不我们别打了，先吃饭吧。也罢，朕可是听说了你小子手艺不错，今天朕要好好尝尝。话落，李世民便让高公公带着虾仁去了御膳房。很快，虾仁带着一道道菜来到了大殿中，只是转眼一看，竟愣在了原地。李乐，你怎么在这？什么李乐？这是朕的女儿李丽质，封号长乐公主。闻言，虾仁明白了为何在碧月湖时李郡县那么奇怪了，肯定是当时就认出来了，随即也不再盯着长乐公主，视线转向了别处，却又发现了一个熟人。误操，这不是那个小萝莉吗？她不会把当时的事说出来吧？李世民见虾仁一直盯着高阳公主，突然想起要将一个公主嫁给虾仁的事，于是出声撮合：你一直盯着看干嘛？这是朕的高阳公主，快去打个招呼。见过高阳殿下。好一个长安县子，竟敢装太监骗我！你就是长安县子程飞，听说本公主的鸡被你偷吃了。我什么时候偷吃她的鸡了？故意整我是吧？那不是偷，我只是试下味道。高阳殿下，此事和之前的事一笔勾销，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什么一笔勾销？本公主什么都没做过，就算你和别人说，也没人会信。而且污蔑公主可是杀头的大罪，你还说不是头？御厨都和本公主说了。知书达理、才貌无双的高阳殿下，我吃你的鸡，用戏法给你变个宝物如何？说完，虾仁手中便凭空出现一个打火机，将其送给了高阳。一旁的李世民看清是打火机后，脸都黑了。这小子当时信誓旦旦说没有打火机了，那个绝对是大唐唯一的，现在又拿出一个，看起来居然还更好。高阳殿下，这打火机普天之下只有2个，一个在皇后娘娘那，另一个就是你手中这个了，而且这个比皇后娘娘那个要珍贵无数倍。闻言，高阳公主开心的不得了。一旁的李世民盯了打火机许久，似乎想到了什么。那个高阳呀，快到父皇这里来，让父皇看看你的礼物。随即高阳便将打火机给了李世民，还一脸天真的炫耀：父皇你看，这打火机比之前那个如何？摸起来丝丝滑滑的。那个高阳，这打火机借父皇玩2天好不好？高阳一听，这才知道李世民是看自己的打火机了，赶忙向李世民索要。谁知李世民竟直接耍起了无赖，眼见要不回来，只好拉着虾仁求他再给自己一个。此时长孙皇后却看不过去了：好了，身为公主，拉拉扯扯成何体统？长乐，打个招呼吧。闻言，长乐只是扶了扶身，不似之前在碧月湖哪样热情。原来李丽质从李世民哪得知自己已被长孙皇后许配给了长孙冲，心中虽然万般不愿，却也只能认命。而此时的虾仁却还不知道这些，心中顿时疑惑不已。这是怎么了？他咋这么冷淡啊？陛下，臣已经没有别的宝物可送了，便做首诗送给长乐公主。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倾国倾城貌，惊为天下人。夏公子心中也是有我的，只是我已被许配给了长孙表哥，我该怎么办啊？多谢程公子赠诗。你小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做这样的诗，就不会脸红吗？难道朕其他的公主就不美吗？陛下，皇后娘娘在臣的眼里，长乐殿下就是天下最美的。闻言，众人都惊呆了，李丽质更是感动不已。只是从没人敢当着李世民的面说这种话，此刻都在担心李世民会如何责罚虾仁，却见李世民只是给了虾仁一脚。混账小子，你给长乐做那什么鬼事，又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竟然敢当着朕的面撩拨朕的公主！倘若你今天要是拿不出礼物来给朕的公主们赔罪，可就要请你吃板子了。我这哪还有礼物啊？刷新商城看看吧。陛下，您稍等下，臣再想想。说完，虾仁便打开神秘商城一阵刷新，终于他眼前爆出七彩光芒，好一会才看清商城中刷出了什么。看着最后的未来战甲，他都惊呆了。误草200万积分，这到死都换不到吧？本系统童叟无欺，绝对物超所值，积分不够是宿主自身不行，还望宿主继续努力。算了，这战甲我是买不起了，不过这手表和香水刚好可以当礼物。说完，虾仁便
便将商城中的香水和手表都清空了，随即便开始给众公主们分发礼物。当他准备将最后一瓶香水送给长孙皇后时，却发现长孙皇后轻咳了一声，突然想起历史上的长孙皇后有哮喘。皇后娘娘，您是不是常年会咳嗽，有时候还呼吸急促，并时常会伴有风热等症状？你怎么知道的？陛下，是臣看出来的，这叫气急，也可以叫哮喘，是非常麻烦的病，无法根治，严重时可以危及性命。那你可是有办法医治？闻言，虾仁突然想起早上抽到的强身健体丹，正当他准备将丹药取出之际，一个小太监却带着李郡县狂奔而来。陛下，不好了，不好了！来国公杜如晦病危，已经坚持不住了，想见您一面。闻言，李世民大惊失色，立刻就喊上虾仁去往了来国公府。很快，一行人便来到了来国公府，只见杜夫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陛下，老爷在您来之前已经去了。闻言，李世民两眼一黑，差点栽倒在地。虾仁见状，急忙扶住了他。陛下，臣说不定还有法子能救活来国公。什么？你还有办法救活来国公？那你快去啊，朕不用你管。闻言，虾仁便上前检查了一番，发现杜如晦身体还有余温，赶忙喊来了杜夫人。杜夫人，快上来，等下叫你就捏着杜大人鼻子往嘴里吹气。话落，虾仁就开始给杜如晦做胸腹按压，还时不时的指挥一下杜夫人做人工呼吸。不消片刻，杜如晦竟然真的醒了过来。老爷活了。克明，你还好吗？闻言，杜如晦似乎想说些什么，只是怎么也张不开口，眼睛也睁不开了，似乎这一刻的清醒只是回光返照。虾仁见状，想起了那颗准备给皇后的丹药。陛下，杜大人病入膏肓了，这世上无人能救，只有师傅留下的丹药可以一试。这丹药世上目前只有一颗，只是给了杜大人，皇后娘娘就没得用了。闻言，李世民顿时纠结起来，只听到杜如晦猛咳了2声，眼见着就要不行了，他这才下定了决心，给克明吃吧，皇后以后就交给你了。闻言，虾仁立刻就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了强身健骨丹，随即便将丹药给杜如晦服了下去。不一会，就见杜如晦面色红润了起来，呼吸也不急促了。见状，也李世民急忙过来查看。克明，你怎么样了？陛下，臣刚刚看到故去的父亲了，臣还以为以后不能陪伴陛下了。克明，没事，有虾仁在。虾仁见李世民似乎还想和杜如晦说些什么，急忙上前提醒：陛下，杜大人才刚刚苏醒，需要多加休息。闻言，李世民便带着众人离开了。经此一事，虾仁因起死回生的能力在一众权贵中声名远扬。